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昨天1月13号发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反对者走在大街上，高呼口号啊，独裁者下台，哈梅内伊滚蛋！哈梅内伊大家都知道，在伊朗那是宗教领袖啊。伊朗这个国家是个神权政权，最高统治者就是宗教领袖。你说哈梅内伊滚蛋，那就意味着让上帝滚蛋，让神滚蛋，那在伊朗那是死罪啊，真的是死罪。在过去2周的时间里啊，伊朗自己官方公布说已经有2000个这种叛国者被处死了，被正法了。但是我看有一些国外的媒体估算，远远不止2000。说是有多少呢？说低值有6000，高值有12000。就在昨天晚上的大街上，我看还能，他们那个革命卫队直接开枪啊，射杀这些抗议的群众。但即便如此啊，仍然没有阻止这些反对者走上大街，喊出那些愤怒的口号。为什么？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在过去2周啊的时间里，整个伊朗国内啊，这个局势已经有失控的那种感觉了啊。这次伊朗的人民起义啊，肇始于去年的12月28号。这12月28号，在德黑兰呢有一个市场叫阿拉丁市场。这个市场呢，主要都是卖一些手机和电子产品的啊，好多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但是12月28号，这个阿拉丁市场的这些商贩们就联合起来罢市，说生意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做不下去了呢？因为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啊，伊朗遭受了恶性通货膨胀。说1美元对伊朗的货币啊，就里亚尔啊，已经跌到了142万里亚尔。伊朗这个汇率啊特别可笑啊，它的官方汇率1美元兑4万里亚尔，但是呢，1年前它的这个民间汇率，也就是黑市上1美元兑换100万这个里亚尔，但是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跌到了142万里亚尔。那食品呢就涨得更多了，食品说过去1年呢涨了72%，那就导致很多老百姓都没饭吃啊。那么这些商贩呢，生意也没法做了。你想想啊，你这个手机，一个手机是1000万里亚尔，比如说卖出去了一个啊，你再进货的时候涨到1100万里亚尔了。那你1100万里亚尔买了一个手机，你再卖的话，卖1200万，结果你卖完1200万，再进货的时候已经涨到1500万了，这生意就没法做了。你干一单赔一单呢。这些商贩其实啊，我跟大家讲，都是伊朗的中产阶级，过去是蛮支持伊朗的神权政府的啊。他们就率先出来罢市，他们提出了口号，就要求政府稳定汇率。但是啊，他们这一罢市啊，立刻就传染到全国各地了，很多人呢就开始纷纷支持这些人呢，也纷纷上街啊。这上街的口号就变了，不是在稳定汇率了，有的人说是要饭吃，有的人就是说反对独裁者。于是乎，在24小时时间内，结果伊朗有近100个城市都有老百姓上街。因为你想想，食品涨价72%啊，那个很多人真的就是买不起吃的了，所以这些老百姓上街啊，就要求啊有食品呐，然后呢反对独裁啊。那么从1月2号开始啊，这伊朗啊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神权政府啊，看着老百姓上街啊，就开始开枪了，就开始杀人了。一开始杀的还不是特别多啊，但是1月8号，哈梅内伊出来讲话了，他说这些人都是叛国者，境外敌对势力，这是一场动乱。یه مش آدم بی تجربه و بی توجه و فکر نکردم باور میکنن و قبول میکنن به طبق میل او عمل میکنن صد آشغال آتیش میزنن برای اینکه او خوش 是吧？然后呢，就要求这个革命卫队啊，对这些人格杀无论。所以从1月8号开始啊，上街的这些反对人士啊，跟革命卫队之间的冲突就开始大规模的发生了，很多地方发生了枪战啊。那你想，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肯定吃亏啊，所以有成批的人被打死。我看到推特上有一个照片，我看到有一个运尸袋上写的16岁
16岁的年轻人就被革命卫队就直接给杀死了。当然，国际现在的形势也特别关注伊朗啊，美军开始往中东运军队啊。特朗普第一时间就说，我们现在准备对伊朗啊采取行动，是吧？具体什么行动呢？我们不告诉你。Iran this morning that help is on the way for protesters. What did you mean by that? What kind of help?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igure that one out. I'm sorry. 因为这个特朗普一直在号召说，这个伊朗的老百姓啊，你应该起来接管这个神权政府。To all Iranian patriots, keep protesting, take over your institutions if possible. 而马斯克呢，第一时间就宣布了啊，在伊朗这个地方啊，这个星链开始免费提供服务，老百姓只要有星链的接收装置，马上你就可以恢复互联网了。因为伊朗这个国家平时大家都知道啊，它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比较好啊，治理国家的方式好多方面也相似。你比如说，它有防火墙，据说是华为给援建的啊。你要想看国际互联网，看 YouTube， 你得用 VPN，VPN 据说也都是境外提供的啊。所以你要在这种情况下，星链那就对这个国家来说就构成毁灭性打击了嘛。所以伊朗就开始追查谁家里头藏有星链的接收装置，这就是叛国，这就是跟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勾结，可以直接枪毙。所以看伊朗整个这个形势啊，现在已经变成了这种状态。但是由于伊朗这个国家啊，它封锁消息嘛，封锁新闻嘛，所以现在我们在境外啊能够获得伊朗的信息啊是充满矛盾的。有一方认为啊，就是现在伊朗这个国家已经失控了，伊朗这个神权政府啊已经坚持不了几天了，它的这个垮台已经是倒计时。但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伊朗这个国家现在啊，这个革命卫队开始在街上大规模的杀戮啊，那有点类似于当年的8964啊，你老百姓你再上街，那就直接拿坦克拿这个冲锋枪扫射你，所以局势好像是在朝稳定的方向发展。于是乎，现在很多人都呼吁说，美军现在应该赶紧出兵伊朗啊，把这个哈梅内伊政权给它颠覆了，颠覆了之后，然后解放伊朗人民啊，是吧？然后这个时候，现在特朗普的具体的操作方式啊，现在还没有确定，我们也不知道啊。And I've canceled all meetings with the Iranian officials until the senseless killing of protesters stops. And all I say to them is help is on its way. You saw that I put tariffs on anybody doing business with Iran. Just went into effect today. And I say make Iran great again. You know, it's a great country until these monsters came in and took it over. 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说，你说美军如果真的是干预伊朗的话，伊朗这个国家就真的能获得解放吗？那我今天就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在看伊朗过去啊将近100年的历史的时候啊，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伊朗这个国家实际上它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你想想，地处中东，文明古国，然后呢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它的这个石油的蕴藏量啊大概有1000亿桶啊，它是全世界排名第3的石油蕴藏量国家。但是你看看，它跟它的邻国沙特相比，沙特是排名第2啊，第1是委内瑞拉啊。人家沙特在2016年的时候啊，沙特的 GDP 是6464亿美元，人均 GDP 呢是2万美元左右。但是伊朗呢，在2016年的时候啊，这个 GDP 的总额只有3767亿，人均呢只有4683亿。那到了2024年啊，那沙特的 GDP 的总额已经到了1万亿美元，甚至高的有人估算是12000亿美元，人均已经到了3万到3万5千美元左右。但伊朗呢，它的 GDP 的总额只有4369亿，那么人均呢只有5778亿。当然这个数字啊都是世界银行估算的啊。实际上最近那伊朗的那个里亚尔跟美元跟英镑的兑换值已经变成0了，那也就是说它的人均收入差不多已经跌到0了，所以这个数据只具参考意义啊。我们想说的是，你想想，它地处中东，底下就是石油，跟沙特差不多，人家沙特那边富得流油，而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呢，穷得叮当响，连饭都吃不上，最后把国家搞到这种程度，还恶性通货膨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看伊朗历史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感受，就伊朗这个国家，实际上它成也石油，败也石油，它实际上是一直遭受着石油的诅咒。
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啊，石油实际上成为了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绊脚石。石油的诅咒啊，这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啊，也被称之为资源诅咒。它所讲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说有些国家啊，它地理条件太好了，有用不完的资源。那用不完的资源呢，这些国家的国民呢，他们实际上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就活得还可以。于是乎呢，他们就在其他方面呢，就很难再进行创新了，躺平嘛，是吧？你比如说俄罗斯你想想，人口也不是特别多啊，地大物博啊，人口稀少啊，石油、天然气都非常多啊。但你看俄罗斯现在过的那个日子，很差吧？反正是跟中国比起来还很差，对不对？你比如说美洲，南美洲的自然资源是明显好于北美的。南美洲你看有铜矿，有石油，那委内瑞拉是世界含油量最高的国家嘛。但是南美跟北美比起来，那差得太远了。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那都是非常富裕啊。所以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说这个资源非常富集的国家，它既是福音，其实也是诅咒。说是福音，就是说你不用太努力，你就可以赚钱；说是诅咒，就是当你这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源之后，那么这些自然资源可能会成为你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你看，近代完成现代化的这些国家里面啊，美国、加拿大咱就不说了，欧洲都不说了啊，咱们东亚的这些日本、韩国，包括台湾，甚至包括今天的中国大陆啊，他们都不属于资源富集型国家，但是都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但是中东这些国家里面啊，除了沙特靠卖石油还过得不错，你想伊拉克当年也是很富的国家啊，但是对它进行石油一禁运，马上老百姓连牛奶都喝不起了，营养不良的儿童，最后你想过得多惨呢？其实伊朗也是如此啊，这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叫石油的诅咒。但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讲，它的石油的诅咒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其实就是政治层面的。这说来就话长了啊。话说在1901年的时候啊，这个当时中东还没有发现石油，当时有一个英国的商人呢，就跑到了伊朗。当时伊朗呢还是一个王朝啊，伊朗这个国家挺有意思的，古代的波斯嘛，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啊，它真的是文明古国，比中国还要历史悠久啊。中国说5000年文明，他们经常说7000年、10000年文明，那是真的啊。公元前4、5千年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形态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有自己的文字啊。到了近代的时候，这伊朗这个国家有2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它实行了伊斯兰化，它早期它也不信仰伊斯兰啊，后来它信仰了伊斯兰，然后把伊斯兰改造成了一个带有本土色彩的什叶派这个穆斯林。另外一个呢，就是近代1000来年，它几乎都被异族统治。那么经过被异族统治啊，就导致这个国家的民族心态好像有点问题啊。所以在近代的时候呢，英国的商人到这儿来，他就跟当时啊伊朗的国王啊说啊，这个地方我们想勘探石油，然后呢他就签了一个协议，给了他2万英镑以及他公司未来2万股的这个股票的价格啊，就买下了整个伊朗全境60%的石油勘探和采集的权利。然后未来这石油公司里头呢，伊朗这个国王啊可以分得16%的收益。这哥们儿呢，1903年啊就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勘探了2年，他也没勘探完之后啊，他最后就把他这个公司整个给卖了20万英镑，当时这笔钱是巨款。这2万英镑有人测算了一下，折算成现在大概是1000万英镑左右啊。但是呢，这个他哥们儿呢把这个卖了之后，一下子翻了，据说是10几倍。他卖给哪个公司呢？卖给英国的有一家，当时叫博麦石油公司。这博麦石油公司1907年啊买下这个股权之后呢，他1908年的时候就在伊朗发现了石油，而且石油的蕴藏量非常多，品位也非常高。打下去之后啊，那石油直接就喷出来了，都不需要你用那压井来压呀。至此以后，这石油就开始赚钱了啊。但赚钱之后呢，这伊朗啊，它分不了多少啊，一共16%嘛。但英国当年的石油公司啊，这16%也不想给伊朗，因为他们当时啊，那个财务数据他也不公布，伊朗也不知道这些石油公司到底挣多少钱。然后呢，一开始答应给那2万英镑，好像也没给伊朗政府啊。然后英国的石油公司在伊朗啊，他们实际上对伊朗的国家内政还进行干预啊，当地的一些总督啊，他们都说了算。然后呢，在公司内部呢，那也实行了种族隔离呀。英国人
还有他们自己的雇员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伊朗本地的这些员工呢，那收入大概只有英国员工的几十分之一，住的都是破砖烂瓦的房子，甚至就住在沙漠的帐篷里啊。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种英国对伊朗的一种资源性的掠夺，但是它是在一个契约的基础之上。1933年，伊朗当时的那个政府还跟英国重新签订了协议，这个协议一直延续到了1993年才结束，又是60年嘛。那当时这个伊朗人就觉得这个协议不公平，所以当时很多这个石油工人还罢工1929年包括1940几年双方的罢工要求获得同等的待遇。比如说你英国的这员工，你休假的时候有工资，那你这个伊朗的员工这休假也应该有工资每天也应该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但是这个英国的石油公司对这些工人罢工采取了非常残忍的镇压政策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伊朗近代虽然发现了石油，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在石油中间获益，因为这些石油的权益金相比于英国获得的这个利益比起来微不足道。因为后来这个博麦公司后来英国政府就入股了嘛，入股了之后，这家公司每年给英国政府交的税远远高于伊朗政府拿的权益金。那你想想，这是明显不公平。所以伊朗的国家也包括他们的石油工人都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后来在二战的时候这英国跟这个苏联还联合入侵了伊朗，差点把伊朗给瓜分了然后呢，就基本上在伊朗在二战之前就维持这样的一个统治的政策。二战结束之后呢，在伊朗国内呢就兴起了一场世俗化的运动。这世俗化运动过程中间呢，有个叫摩萨台的人。这摩萨台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伊朗的一个贵族家庭的出身，他的母亲好像就是伊朗的王室这个一个曾孙女，他自己的太太呢也是这个伊朗王室的一个孙女他早年是在巴黎的政治学院留学，学法学，回国之后呢，就在德黑兰大学里头教授法律。后来在20年代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入到伊朗的政坛他呢就代表着其实伊朗近代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受过西方完备的教育，崇尚普世价值，然后信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在二战之后呢，他基本上有2项主张。第一项主张就是希望能够在伊朗推广世俗化运动，因为传统的伊斯兰教义跟现代的社会体系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你比如说在伊朗那个地方，你要审判的话，过去都是有一些神职人员进行审判嘛，它不是法院嘛，还依照古兰经嘛。但是你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你必须建立在现代的法院嘛。所以这摩萨台呢就主张在伊朗建立一个世俗化的法治国家，搞新闻自由，搞言论自由。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认识到，他说当年这个伊朗政府跟英国签署的这个协议不公平，他就希望能够把这个石油公司国有化，也就是说把英国给赶出去，因为当年签署的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实际上不仅仅是他们这些批知识分子的诉求也是伊朗当时大量民间人士的诉求。大家都认为跟这个英国签订的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那么后来呢，就在1951年的4月份这个当时石油工人大罢工的背景之下，这个摩萨台呢就当选了伊朗的首相。他4月28号当选首相之后，5月1号就宣布这个整个伊朗的这个石油公司就全部国有化了，就没收了英国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公司嘛。那么当时英国就不干了，那英国说你这个我们当时有契约的，契约到1993年才结束呢，现在才1951年呢，你就把我们的石油公司给没收了，就跟这个伊朗谈。当时摩萨台呢，据说是把这个石油公司25%的权益金拿出来，希望用这25%的权益金去补偿英国。英国不干呢，英国坚持伊朗只拿16%，英国拿走大部分呢。双方谈判陷入了僵局。当时英国采取了2个措施，一个措施呢就在海上封锁伊朗，说你现在你不是把我的石油公司都给没收了吗？我把这技术人员都撤走，你不能生产石油了。其次呢，你的石油往外卖，我用军舰给你封锁，你要卖出去的我给你没收。这个对伊朗打击非常大，因为你这石油你卖不出去了，这也换不成钱嘛。第二呢，英国当时把伊朗给告上了海牙国际法庭，说你这个伊朗违反着国家之间的这个条约这个协定
结果这摩萨台不简单了，因为他是学法律的，他当时亲自到海牙国际法庭，也包括联合国的安理会啊，去到那儿控诉英国。他说英国这个国家啊，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利益啊，剥夺这些贫穷民族本身所拥有的资源，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国家。所以后来海牙国际法庭裁定啊，说我们对这个案子没有这个管辖权。为什么没有管辖权呢？因为海牙国际法院管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争议。你现在呢，伊朗呢，实际上是跟你的英伊石油公司之间的争议啊。英伊石油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吗？那伊朗政府之间跟私人这个石油公司的争议，按道理来讲，你们双方应该自己去协调去，我们管不了。这个实际上当时是伊朗的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那毕竟啊，实际上英国跟伊朗之间所签署的这个协议啊，确确实实是不公平的嘛。那英国当时在海牙国际法庭上这个败诉了，没有取得这个结果啊，他怎么办呢？英国就开始使坏了。英国当时就想把摩萨台啊给搞掉，因为摩萨台当时上台之后呢，它是一个民主体制啊，是吧？那英国不管，英国说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妨碍了我们英国的利益啊。但是刚刚战后啊，当时英国已经没有力量直接去操纵推翻这个伊朗这个国家的政权了，他去找美国，说这个摩萨台不是个好东西，你瞧瞧他嘛，他现在咱们把联合给搞掉。但当时美国的总统是杜鲁门嘛，杜鲁门一开始没同意。杜鲁门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打朝鲜战争呢，我们顾不过来。后来这个英国就一直在游说美国，怎么游说美国呢？他说这个摩萨台啊，有可能我告诉你跟苏联人关系好，那搞不好啊，苏联当时控制了伊朗，你想想，那苏联当时扩张的话，对你美国威胁多大啊？就忽悠美国。后来美国就信了，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跟英国的军情六处在1953年就制定了一个政变计划。这个政变计划呢，就是要推翻这个摩萨台。当时美国的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亲自批了100万预算呢，然后呢，就在伊朗这个地方开始搞内乱。搞内乱主要通过2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派人过去啊，收买他们的媒体，天天造谣啊，就说这个摩萨台啊有犹太血统啊，然后就说他们跟共产党搞在一起啊，就天天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另外一方面就派人在大街上开始搞各种各样的骚乱，打砸抢抄啊。现在这些外交的文件都已经解密了，实际上这场政变就是美国的中情局跟英国的军情六处联合搞的。然后在那个地方还花了100万美金啊，去这个收买伊朗那王室的一些成员呢，军队的一些成员呢，希望他们能够把摩萨台给干掉。后来在1953年的8月份，终于发生了政变。这场政变呢，最后导致了摩萨台最终的下台。后来呢，英国王室过来之后宣判他死刑，在法庭上，摩萨台就说：“他说这个审判对我来说是历史的荣耀。”当然，最后呢也没判死刑啊，改判为这个监禁3年。最后，摩萨台就在软禁过程中间失去了生命，去世了。那么这件事情啊，对伊朗的历史进程应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因为摩萨台的政府啊，它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当时是受到了伊朗人民呢支持的。但是呢，后来巴列维上台之后呢，它是一个独裁的政体。这个独裁的政体呢，那完完全全呢，实际上是跟这个老百姓之间的民意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个非常荒谬啊，就是美国按道理来讲和英国都是一个民主政体啊，但是他们不支持摩萨台这样的一个政府，他们支持谁呢？他们支持巴列维。但是巴列维呢又是一个专制的政体。为什么支持巴列维？就是美国和英国都希望获得伊朗的石油资源。所以我为什么说伊朗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间，石油成为了它的主奏呢？因为它拥有了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它成为了大国竞逐过程中间的棋子。美国和英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完全没有任何普世价值，就是想控制伊朗的石油资源。所以后来在巴列维上台之后，那英国的石油公司又回到了伊朗啊，美国也重新进入到了伊朗啊，所以伊朗的这个石油资源就被西方的主要的石油大国都给控制了。当然巴列维呢靠这个出卖石油呢，他也赚得盆满钵满的。但巴列维在1953年上台之后啊，到1979年间，这个政府啊，他实际上也没把伊朗这个国家搞得特别好，很腐败啊。所以在经济学上，石油的诅咒里头讲了一句话，因为石油的诅咒里头有个特点，
就石油这个行业，它虽然说你的 GDP 非常高，很容易赚钱，但是它的就业人口非常少。你想想，你这个石油，你打一口井，这石油就上来了，然后就可以卖钱了嘛。所以你这一个国家里头，虽然说 GDP 收入，你像沙特，你这 GDP 90%都是靠卖石油的，你就业人口没有多少的。那就业人口少，那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你除了石油行业以外，其他行业发展的水平很低。你其他行业发展不起来，就业率就低。就业率低啊，就跟这个国家整体的经济繁荣之间就关系非常大了。所以你在这个国家里头啊，你从事石油的，你富得流油；你不从事石油的，你就一贫如洗。实际上，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就是如此。一方面，在城市里面，他们也搞世俗化，然后呢，这些权贵阶层啊，过着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在伊朗的农村，有大量的赤贫阶层，他们完全没有分享到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大量的反美的情绪就酝酿起来了。所以伊斯兰那些原教旨主义的那个信仰就在民间里开始蔓延。他们怎么解释伊朗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呢？就是你看到了吗？巴列维这些人受美国人控制，然后呢，他们实际上把这个国家的权益都出卖给了西方国家，最后导致了整个伊朗啊没有办法发展。那这一套解释体系的代表人物就是霍梅尼。那么霍梅尼啊，在60年代的时候，他因为批评巴列维的政府啊，就被巴列维呢驱逐出去了，就让他流放了，流放到法国的巴黎。当时他们就以为把他流放到法国巴黎之后，对这个国家就没有影响了。但霍梅尼这个人呢，也不简单呢。他在法国巴黎的时候，天天录那个录音带，录音带呢传回到这个伊朗之后，这伊朗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就靠录音带传播霍梅尼的那些宗教思想，开始呢传播对这个巴列维这个政府的不满，一直到1979年，大家都知道，那很多人普通人走上街头，一夜之间，巴列维的这个国王就倒台了。他这个巴列维国王就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黄金珠宝，坐着飞机逃离了德黑兰。那整个伊朗就把霍梅尼从法国迎回到了伊朗。迎回了伊朗之后呢，这霍梅尼就搞了一个全民公投啊。这个全民公投就说在伊朗要成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大家同意不同意？98%的人同意。至此，伊朗重新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当时投票赞成的人，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神权政府。这个神权政府啊，表面上看它好像也是一个有选举制度的，有总统、有总理、有议会，但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宗教领袖，此前是霍梅尼，霍梅尼去世之后就是哈梅内伊。这个国家的总统包括议会，实际上都听从这个宗教领袖的。然后呢，这里头啊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机构，还有什么革命卫队啊这样的一个机构，控制着整个伊朗的命脉。那么伊朗这个伊斯兰的共和国成立之后啊，他所从事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反美，因为这个美国不是好东西。你想想，你当年就在伊朗天天搞各种各样的阴谋，颠覆伊朗的民权政府，是吧？那么他跟美国对着干的结果呢，就遭到了美国对他的制裁，而美国对他的制裁呢，又导致了伊朗更加反美。更加反美的结果呢，他要想在中东这个地方生存呢，他就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这个不归路，他就要搞自己的核武器。这个过去我们都讲过，是吧？他一直想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但是这一条在国际上是红线。你搞核武器的话，结果联合国就开会对伊朗进行制裁。5大国之间跟伊朗本来谈了一个核协议，结果这核协议之间，这伊朗也没有遵守，结果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制裁就越来越严重。对伊朗的制裁之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伊朗虽然说你地底下有那么多石油，但是你这石油卖不出去。现在伊朗每天的这个石油的产量也就是300万桶嘛，那你沙特是1000万桶，沙特的人口只有这个伊朗的1/3，但是每天卖的石油的量是这个伊朗的3倍，所以你看人沙特那边富得流油，但伊朗这边呢，300万桶还基本都被中国这样的国家给搞去了，其他的国家还不敢买啊。说实在的，现在美国制裁啊伊朗啊，说谁要是买伊朗的石油，那我要制裁。中国有很多大型的国企现在都不敢买伊朗的石油啊，所以你看，伊朗实际上是端着金饭碗在要饭。那么这个神权政府啊，
本身在国内确实统治也非常令人发指，比如说女性必须戴面纱啊，然后呢也没有投票权，然后这个国内里头呢，实际上这个国家治理能力也不行，革命卫队控制这个国家40%的经济，一方面卖点石油，但是老百姓实际上也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间受益。但伊朗坐拥这么多石油资源，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腐败横行，实际上跟巴列维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资源谁控制了它，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寻租的机会啊。所以它一般来说，石油的诅咒这样的国家里头，都面临寡头政治，都面临寡头经济，都面临大量的腐败横行。所以你可以看近代的伊朗政权啊，不仅仅是他早期的那个巴列维王朝，再到后来的神权政府，通通都腐败。所以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间始终过着实际上是非常凄惨的生活，一直到今天，可能是伊朗的老百姓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终于走上街头了，又开始喊独裁者下台，甚至有人开始喊当年巴列维那个王朝应该让他们回来。我看这两天巴列维那个在美国的王储天天是说他准备回到伊朗去，很多游行的人还打出了当年巴列维那个时期的国旗。那你纵观过去啊，将近100年啊，这伊朗近代化的过程啊，你会发现石油在这个国家近代化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说石油的诅咒。这个诅咒是双重的，一重是政治上的，一重是经济上的。实际上，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间都不容易，因为你要面对西方列强对你的入侵。你比如说中国在近代的时候也是如此嘛。所以共产党的叙事里头就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但是对伊朗这样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因为这个西方列强到这竞逐的结果，先跟他签订了一个极其不平等的石油条约。如果你在反抗的过程中间又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盘剥和打击，所以啊，最后我想说，你说今天美国假如说对伊朗进行干预的话啊，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谴责伊朗这个神权统治的国家，没错，这个神权统治的国家实际上跟21世纪的这个世界太格格不入了。但是这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的种子是谁埋下的呢？实际上，如果你要是看伊朗近代的历史，其实就是1953年美国和英国联合颠覆伊朗的民选政府所埋下的这个种子。如果没有美国和英国当时在伊朗搞政变，把那个摩萨台给搞掉，那么今天的伊朗会是什么样呢？或许啊，早已经变成了一个世俗化的法治化的国家了。所以啊，你寄希望于美国和英国干预伊朗，就能会导致一个特别好的结果吗？我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实际上他在干预伊朗政策过程中，它历史上的显示，它都有自己的目的，它并不是纯粹基于帮助这些国家。你说1953年，当时美国和英国策动伊朗的那个政变的过程中间，他是为了伊朗这个国家好吗？不是啊，他纯粹就是维护了他们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啊，也包括今天美国干预委内瑞拉。你难道说美国就是为了解放委内瑞拉的老百姓吗？我不相信，他一定是有他自己利益的诉求嘛。换言之，假如说今天特朗普真的出兵去干预伊朗的话，他也一定是出于自己国家利益去考虑，并非出于对伊朗这个国内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啊，要我说，其实现在指望美国去解放伊朗的人呢，如果看看伊朗在近代历史上所经受的这一切，可能啊就会变得更清醒一些。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help is on the way for protesters. What did you mean by that? What kind of help? You're going to have to figure that one out. I'm sorry.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in Iran? Nobody's been able to give me an accurate number. I have heard numbers from everything's a lot. One is a lot. But I've heard numbers much lower and I've heard numbers much higher. We'll be knowing. We're probably going to find out over the next 24 hours. I think it's a lot. It's too many, whatever it is. And save the name of the killers and the abusers that are abusing you. You're being very badly abused. If the numbers are right, now I hear 5 different sets of numbers. I hear numbers, look, 1 death is too much. But I hear much lower numbers and then I hear much higher numbers. But I say save their names because they'll pay a very big price. And I've canceled all meetings with the Iranian officials until the senseless killing of protesters stops. And all I say to them is help is on its way. You saw that I put tariffs on anybody doing business with Iran. Just went into effect today. And I say make Iran great again. You know, it was a great country until these monsters came in and took it over. دستش بخونه ایرانی ها بوده است. وقت میگه من طرفدار ملت ایرانم، یه مش آدم بی تجربه و بی توجه و فکر نکردم باور میکنم و قبول میکنم و طبق میل او عمل